係各位網友，嗱，中東戰雲密布呢個問題咧，我講過幾次。咁今次咧，我係用個新嘅 approach 同大家講，呢個就係 Donald Trump 嘅豪賭。有啲呢個美國傳媒啊，甚至預測咧呢個禮拜六就會發動戰爭嘅。我覺得呢個禮拜未必會，但係如果伊朗唔作出實質讓步嘅話咧，咁就係發動戰爭嘅可能性咧係相當大嘅。主要原因咧就喺 Donald Trump 嗰度，中期選舉嘅豪賭下 Donald Trump 嘅最後通牒，佢已經發出咗最後通牒。有女士風姿卓約套裝，有咩咧？有呢個媽咪 and daddy 嘅，呢一個係女士益生菌。嗱，呢個好適合呢個少婦或者懷孕後嘅補身嘅益生菌，維生素啦、天然活性葉酸啦，呢個好有益㗎啦。咁就每樣2盒，所以咧夾埋1158蚊嘅，而家特價688蚊啫，半價嚇。最後通牒 ，Donald Trump 俾伊朗設定15日期限。嗱，因為有15日期限咧，所以呢個禮拜唔會打住啦。咁應該就係下個再下個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有好嚴重嘅後果嘅。布蘭特原油漲破72蚊美金，佢早一輪咧長期喺60蚊嘅，起咗20% 啊！呢個咧就係對呢個 Donald Trump 嚟講係好危險嘅。如果佢唔快啲解決呢樣嘢，就我會解釋俾你聽嘅呢個嚇。呢個唔係單純嘅恐嚇 ，Donald Trump 咧已經發出咗接近 ultimatum 式嘅壓力。呢個不僅係外交辭令，係一個精心計算嘅政治博弈。即係咧，而家大家冇聽過乜嘢叫 ultimatum， 去到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仲係好重要嘅 ultimatum。打仗之前咧，一定咧就要 send 呢個 ultimatum 俾人，你一係應承我條件，一係就打。ultimatum 嘅答覆咧只可以接受唔接受嘅啫。但係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咧已經冇晒呢啲規則㗎。以前打仗咧仲會守呢個規則，佢係一份正式嘅文件嚟㗎。關鍵嘅問題，佢嘅政治生死線喺邊度？呢個係最後通牒發出。迫在眉睫嘅倒數計時，中期選舉嘅 D+5 危機，民主黨喺整體嗰個民調度係高過共和黨5%。我係睇過逐個州去計算㗎。呢個對 Donald Trump 嚟講最危險咧，就係喺佛羅里達州同埋 Texas 咧，佢嘅支持度得返45%，即係咧佢輸嘅機會咧就好大。如果輸到呢一個係而家係50，呢個53對47啊，53對47啊，只要輸到3、4席啫，就逆轉㗎啦。呢個參議院，眾議院咧就係民主黨贏嘅機會咧係仲加大嘅。呢個壓力咧 ，Donald Trump 你短期內點可以扭轉咧？佢有2招嘅，一招咧就係用 Voter ID 嚟到搞，即係咧意圖咧令一啲人投唔到票啊！佢有2000萬人咧係冇身份證，冇任何身份證明嘅喺美國。如果堅持要有呢個 Voter ID 嘅話咧，個 Voter 要有 ID 咧係有排搞嘅，嗰啲人要申請另一張證件，而嗰啲人咧好少會咁做嘅，佢哋希望咁樣可以幫佢贏。第二咧就係當然啦，打場仗。呢個敘事重塑，透過短促可控勝利嘅外部行動，扭轉輿論，結果變咗個民族英雄啊！我講俾大家聽，即係老布殊嗰陣時咧，打贏咗呢個海灣戰爭咧，就係曾經聲望大增嘅，不過後來經濟衰退，佢都係算輸咗。咁咧就係呢一個
最近泰國總理啊，呢個泰自豪黨啊，因為打咗柬埔寨咧，竟然個個都估唔到嘅情況之下，你竟然選贏咗喎。佢就諗到呢條橋，呢個咧係增加民望嘅最有效嘅方法之一，就係打仗。好啦，咁其實咧佢已經做咗好耐準備。航空母艦戰鬥群係點咧？佢一早咧已經派咗林肯號去，剛啱咧呢個禮拜就係咧福特號又去到。福特號咧其實喺中東咧就踎咗好耐，呢個就係咁而家咧福特號咧就係兜翻過嚟，因為福特號咧就去咗對付呢一個委內瑞拉，而家由委內瑞拉咧就翻嚟兩個航母戰鬥群，有兩個航母戰鬥群啊。F-22同 F-35陸續喺全世界好多地方集中 F-22同 F-35，因為一打嗰時咧，首先會派出嚟嘅就 F-22同 F-35，因為隱形戰機嘛。嗱，預警機嚇，佢呢隻預警機咧，佢全世界只係得13架，個妥善率咧得56%，即係得8-9架有用嘅啫。佢集中咗6架，哇！咁呢個就預備開戰，6架預警機先至睇到晒對方嗰個喺戰場上空飛乜嘢過嚟，而加以反擊。因為好驚啲導彈同埋無人機，所以要咁多預警機。防空反擊同護航能力嚇，有好多艘戰艦喺度，好多艘神盾艦，整咗個鐵桶喺度。伊朗做乜嘢咧？我諗伊朗嗰啲主要人物咧就已經全部唔蒲頭㗎啦，但你捉唔到佢喺邊，喺隧道入邊㗎啦。佈置晒啲岸基嘅反艦導彈，嗱呢個就係霍爾莫茲海峽，呢個機動發射車，呢啲咧就反導彈基地。最重要嘅就係機動發射嘅，佢周圍走嘅，你捉唔到佢。然後咧就有無人機啦，當然無人艦艇啦，伊朗集合埋喺度等。好啦，呢度就係霍爾莫茲海峽。我覺得係2-3個月前我都講，一打主要嘅關鍵係唔係喺德克蘭，係喺霍爾莫茲海峽。呢個就係博弈嘅中心啊！全球嘅能源啊，有1/5經過呢度出海嘅，係包括咗沙地阿拉伯同埋阿聯酋同埋卡塔爾。個航道好窄，貼住伊朗本土，伊朗要襲擊咧好容易。但係咧，呢個全球最重要嘅能源樽頸啊！但係一封鎖呢度咧，你知美國就會同你搏命㗎啦。呢個就係。但係咧，佢唔需要封死，只要呢度變得危險咧就得㗎啦。呢個就係。伊朗唔使完全封咗海峽，一出現高風險事件，一有呢個 oil tanker 俾人打咗，個保險費就大升。個船費就大升，全世界嘅油價咧就大升。導彈襲擊、無人機、無人艦同埋布雷喺度，危機傳導，海峽風險增加咧，保險費就上升，於是咧航運減少，於是油價就上行。佢主要咧係要個油價上行，因為 Donald Trump 咧就最驚個通脹捲土重來，因為美國人咧。就係當日推即係阿拜登政府啊，點解佢贏何錦麗咧？就因為覺得拜登政府咧就係令到啲物價貴咗，希望 Donald Trump 可以搞平啲物價，結果咧係減平唔到，因為關稅嘅問題。如果今次油價升到80-90蚊咧，就一定再帶動物價上升嘅。咁 Donald Trump 年尾咧就唔使選㗎，呢個就係。油價上漲嘅真相喺呢場豪賭啊！不確定性就係最大嘅武器。佢唔使油價升，唔係因為供求，係因為咧你擺咗個 premium 有個 risk 喺度，咁樣桶出去，你個 risk 咧係增加咗交易費用，你要俾更多嘅保險費、更多嘅租船費，呢個就係風險溢價，令到個油價咧貴咗。霍爾莫茲海峽軍事僵局同政治算計，
呢個係不對稱戰爭、通脹風險同選舉週期嘅戰略推算。嗱，雙方嘅攻守棋局啊，伊朗嘅棋係點呢？用好低嘅成本做到你好高嘅風險，引起通脹你受唔到。美國係用高科技嚟到壓抑咗呢一個風險，嗰個不確定性壓低，咁於是咧就唔會引起通脹啊。咁呢個包括咗使用呢個人造衛星監察，所有嘅高科技手段全部用晒，多重防衛。伊朗嘅攻勢工具箱係乜嘢呢？岸基嘅反艦同埋彈道導彈，最大嘅威脅依託複雜地形隱蔽，成個海峽喺佢嘅射程範圍入邊。但係咧呢啲咧係容易搞啊，好容易咧被摧毀嘅，呢啲好容易被摧毀。最難搞咧係機動發射車，打完咧就行噶啦，呢啲係美國難以喺整個廣闊海岸上將佢完全清零，即係你可以打到佢啲，你永遠打唔晒。咁呢個咧就胡塞嗰度已經試過噶啦，拜登又打過 ，Donald Trump 又打過，結果咧都係久唔久咧就騷擾你。胡塞都咁啦，何況伊朗有咁多導彈係咪？好啦，其他就無人機啦，無人機同埋有限度布雷啦。呢一個夜間你嚟騷擾你，目標唔係擊沉軍艦，係癱瘓商船嘅航道。佢嗰啲見證者無人機啊，就係可以嚟攻擊你啦。但係當然咧，佢嘅戰鬥部唔夠大嘅，係幾十公斤嘅啫，係打唔沉戰艦嘅，只可以造成干擾啦。水雷咧係有潛在嘅威脅嘅，呢個就係伊朗嘅戰略目標，無需擊沉，只需封鎖。伊朗唔使擊沉航母嘅，佢而家話揾到啲航睇到啲航母邊，其實打唔低嘅啲航母係，只要讓海峽成為高風險區，保費飆升，就能夠令到美國低頭。呢個就係美國嘅防守戰略，喺海上要整個鐵穹系統。首先奪取空優，用 F-22、F-35打晒伊朗啲戰機同埋啲防空導彈然後打擊殺傷鏈，即係佢嘅指揮系統係點，佢嘅雷達係點，佢嘅命令系統係點樣射啲導彈出嚟，呢個殺傷鏈。然後咧，呢個係打擊你嘅殺傷鏈。所以你一路係防守，一路咧要攻先得嘅，打佢嗰啲導彈基地個供應鏈，然後攔截呢一個用神盾嚟到攔截，佢係運咗幾套愛國者去加以攔截，咁於是咧就清除咗條水道出嚟，咁咧就希望建立翻信心，封鎖失敗，宣布打敗咗封鎖，咁咧佢就贏啦，咁就係。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操作現實啊！人哋干預，你撳翻佢落嚟咧，你冇辦法撳到零嘅。你可以壓制威脅，但冇辦法清零。如果冇政治交易咧，就變咗長期堅持咗落嚟。胡塞武裝組織打咗咁耐都搞唔掂，呢個就係Donald Trump 嘅豪賭，一場高風險嘅政治套利。喺政治上，國家變咗係打伊朗，係國家安全問題。大家唔再留意通脹，因為我哋有呢個敵人要去打佢。短期咧凝聚民意，一打仗嗰啲人咧就支持喺國家領袖後邊。但係換嚟嘅危機咧係呢一個係油價飆升、供應鏈中斷、通脹回升。如果迅速打完解除咗風險，油價回落，咁咧就贏啦。如果陷入泥沼咧，呢個就係中期選舉咧唔使選噶啦，輸緊。中期選舉就係一場經濟公投嚟嘅。如果戰事僵持，油價高企，通脹回升，選民一定反彈。所以喺1-2個月內，Donald Trump要收尾呢件事。你打
實打到，伊朗實唔夠你打。但係你點打到佢完咗咧？你點樣收尾咧？收尾有3個條件。第一，要達到停火，即係伊朗咧係應承唔會再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嘅油輪。第二，恢復營運，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可以順利地通過。第三，伊朗要喺某啲地方作出讓步，譬如限制核活動啊，呢一個係停止發展呢個長程導彈啊，或者唔再支持哈馬斯呢個伊拉克同埋伊朗入邊嗰啲真主黨啊，你一定要做到呢3件事，然後先至完到。如果冇讓步咧，你好難話勝利喎。呢場博弈嘅最終勝負唔係擊毀幾多導彈，係唔係喺選舉週期內重塑安全序事、穩定經濟？你要伊朗低頭。戰爭係政治嘅延續，喺霍爾木茲戰爭就係經濟嘅延續，呢個就係。好啦，佢用地緣政治換取選票，呢個人想用外交手段扭轉中期選舉。美國付出嘅結果咧，佢打完一輪佢收尾咧，我睇到只一條路，就用制裁嚟到換取伊朗低頭，放鬆制裁同資產安排。伊朗核協議限制區域行為收斂，為咗達成協議咧，Donald Trump 一定要俾足夠嘅誘因 incentive， 一定要提供實質嘅制裁嘅鬆綁，然後伊朗先至會低頭，佢先打到贏。理想劇本係場完美嘅政治資產互換，交易成功，海峽正常化，油價回落，宣佈打贏咗，變咗民族英雄。呢個就係中期選舉最強而有力嘅助選。如果交易失敗咧，又唔停火，又唔讓步，個航運冇辦法正常化，衝突陷入僵局，油價企喺高位，唔係70蚊嘅問題，係100蚊、150蚊嘅問題咧，Donald Trump唔使算啦，呢個就係。如果戰事拖延收唔到尾，油價持續高檔，通脹再嚟係美國國民最憎嘅。中期選舉不但冇加分，成為巨大嘅扣分。如果通脹一升就，同埋咧點解咧？佢打伊朗好危險啊，因為 Mega 牌咧係唔支持嘅，覺得喺中東唔值得消耗。而家 Mega 牌只係贊成喺西太平洋干預嘅啫，其他地方咧係唔贊成干預嘅。偏離美國優先，反海外長期作戰，你要做咩無端端真係打中東？核心支持者嘅失望會導致一啲鐵票嘅流失嘅。豪賭同豪輸係一線之隔，油價跌，強勢領袖勝選；由通脹一熱，戰爭拖落嚟就變咗豪輸。Donald Trump嘅算盤係透過外交勝利嚟到掩蓋國內嘅經濟壓力，但如果引發通脹，嗰場戰爭完唔到咧，呢場豪賭佢就會失晒參眾兩院，就變咗跛腳鴨。呢個咧係個元英呢個係元英元英，佢咧就係呢隻嘢嘅代言人。佢用呢隻嘢特別喺邊度咧？係極境因子、極境修護因子，即係呢啲嘢咧係喺呢啲 DNA 咧係喺呢個譬如話海底火山啊，呢個南北極啊。呢一個溫泉啊啲地方揾出嚟嘅，所以佢嘅保護力好強嘅，有極境因子掩護面霜，呢一個潤而不厚，舒緩泛紅，肝紋回彈，呢個第一，呢個極境修護因子，呢個依嚟講，呢個三樣嘢，一個咧就係。一個咧呢個護潔面抱係3樣嘢嘅，卸妝潔面保濕250蚊，第一件9折，第二件7折。呢個缺水呢一個，然後到呢個，最後缺水肌膚急救站280蚊，好漂亮嘅呢個元英介紹。超越三文魚嘅升級 Omega 我介紹呢隻嘢，佢係韓國
Farm Bio 出產嘅挪威100% 非魚油，魚油好多，但有新發現呢種係長鏈單元嘅不飽和脂肪酸，喺北大西洋嘅非魚油係將人體嘅 ALA 同埋轉化為 EPA 同 DHA， 協同 Omega 3提高好膽固醇，降低壞膽固醇，維護心血管健康。聽起上嚟咧，好似同 DHA、EPA 差唔多，但係咧呢個鯨鈉油酸啊，俾佢哋優勝咧，就可以促進人體將 ALA 轉化為 EPA、DHA， 加強身體對脂肪酸嘅代謝，維護身體健康。Omega 11係源自飛魚等深海魚油，喺魚油中同 Omega 3相輔相成，建議選擇包括Omega 11 EPA、DHA 嘅高濃度魚油，係獲得最佳嘅循環健康結果。每日早餐後服一粒，1個月份量，每盒190蚊啫，第一盒9折，第二盒7折。大家又試下呢一隻係唔同嘅呢一個。